最近发生了一个非常抽象的联动啊，这两个表情包应该有不少网友都知道吧？一个是猫中恶霸耄耋，一个是可怜的 Doro。原本我以为这两个由表情包产生的梗故事很快就会过去，但让人没想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俩不仅没有热度衰退，反而演变出了更多变种。首先较为抽象的这边，源头耄耋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完成了一次进化，简而言之就是变成了蜘蛛耄耋。咱也不知道为什么耄耋会和蜘蛛组合起来，貌似是先有网友将耄耋 P 成了其他表情包，就比如耄耋飞行员，还有耄耋惊叹。总之这些表情包一改以往的暴力形象，反而以一种比较搞笑的形式出现在网友的图包里。而随后呢，不知道是哪个天才网友将耄耋的惊讶源头与许多动态线条表情包结合在了一起，从此耄耋表情 2.0 版正式推出了。现在更是发展出了更多的抽象表情包，据说目前此表情包已经更新到了100多张，足以可见其二创军团之强大。虽然耄耋表情火了，但是其作者几乎没有从这波流量中获益，因为在最火的那段时间，作者白手套马犬旺仔去考研了，正好错过了耄耋最火最能流量变现的那一波，他现在也不过 9.7 万粉。更生草的是最后他还没考上，然后等他反应过来，热度已经过去了。咋说呢，这验证了一句话，选择远大于努力。其实源头耄耋这件事儿还有个小插曲，那就是鸠占鹊巢了耄耋贴吧。据说原来这个贴吧都是一群恋老癖爱好者的聚集地，结果被耄耋抽象大军给攻占了，目前已经完全没有了原来的迹象。实际上我以为 Doro 应该热度下去的很快，结果没想到不仅没有昙花一现，反而现在越来越多的 coser 开始 cos Doro， 这下本体陶乐斯被夺手的更彻底了。其实 Doro 的 cos 能火，除了场外因素外，我个人觉得主要是道具太方便了，只需要一顶粉毛，外加一身拼多多都不到100块钱的连体白睡衣，然后一瓶可乐或一袋子橘子，这可比本体陶乐斯那身便宜简单多了。实际上这次 Doro 的2次翻红跟官方的参与也有关，因为就在5·1开展的萤火虫上，胜利女神妮姬观展台就展出了一个巨大的 Doro 模型，甚至在剑心与妮姬的联动 DLC 中也出现了 Doro 的身影。不得不说，这个作为吉祥物确实非常有记忆点啊。俗话说得好，看一个东西出不出圈，要看 PDD 上有没有周边。我去看了一眼，发现 Doro 的小挂件已经不到10块了。我个人感觉这一波不仅仅是陶乐斯要被夺舍，就连看板娘拉比也要被取代了。话说这也算外来文化被本土化的一环，对吧？最后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居然刷到了两者的联动，大体来说就是耄耋给伤心的 Doro 送橘子和可乐，感觉奇怪的 CP 又要诞生了。不过两者在互联网的爆火时间应该是前后脚，所以这俩被组合在一起貌似也是早晚的事情。总之这事儿我个人觉得虽然没有任何意义，倒是可以说明一件事，那就是网友们一旦沾上抽象，那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力量。Doro 还可能是因为胜利女神国服上线，背后是官方在推动，而耄耋的再次爆火则完全是源自网友们那抽象至极的创造力了。